呦，现在才回家啊，做到这么晚，很辛苦啊。我是钟琴，欢迎收看《驾驭人生》。德士和私造车司机每天一招到客人，就要使命必达，即使是一些偏僻荒芜的地方，他们都得去。那么，司机朋友们全岛跑透透，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令人匪夷所思，或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灵异事件呢？今晚我们特地选择了一个清幽的地方，希望可以营造一个听故事的氛围，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深夜怪谈。欢迎两位啊，这位是 Roger， 然后这位是 Lam。我叫阿 Lam， 我驾德士差不多6年。驾私招车差不多1年多。驾晚班比较难忘的经历就是看到比较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，这些经历你看多就不会影响了。我是 Roger， 我驾德士跟私招车总共在15年，我是固定驾晚班的。因为很多人讲驾晚班会碰到很多灵异的事件，我不做亏心事啊。所以我不怕。那我们当然要先请我们的前辈司机罗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，因为你之前已经开过10几年的德士，对，而且开过晚班，对，通常是晚班。哦，通常都是晚班啊。对。所以你有没有一些没有办法用常理来解释的一些经历，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呢？我一天就在4个常客。说刚好要转进一条小路，走过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孩子穿红色衣服，带着一个小孩，也是红色的。是这样的红色吗？全红，对，深红。深红。对，经过的时候我们就问每一个人有看到吗？全车人都看到，其实。他们要问呢，就是看到为什么会问呢？因为有什么特别呢？半夜3点多了。哦。过后我就回去再问了，问一些老司机，比我更老的司机。经常有些德士司机在路旁，怎么会在那边卖 baby 喝的奶粉？应该是60年代到70年代吧。有一家人在那边野餐吧，连那个孩子自己跑出来马路边，这冲过去，连那个妈妈冲过来，连2个就是来我的 spot 一起，连那个是 hit and run 啊。哦。就是找不到嘛，就家人就很气，人就把太太跟孩子穿红色衣服埋葬。从今以后，半夜我不敢走那条路。哦，这个很正常吗？这个很正常吗？对你来讲是很正常吗？对我来讲很正常。因为你之前是当过警察的，当过几年的警察？15年。15年的警察，目前呢是一个私造车司机。对。那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经历？因为我驾的是有6年。哦。那时候去到某某的 shopping center， 已经是晚上了，转到就是到了一个 taxi stand， 就是看到1男1女，还有一个小孩子。我就看到那个小孩子很像脸色比较苍白的，他们就一起上。OK， 然后他们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就开始讲话，他们很像是那种工作上的同事，他们要去2个地方。去到第一个地方，我也是忘记那个男的还是那个女的下车先了。OK， 总之一个人下车了，他这样子走过去，回家了。回家了啦，一个人啦。走。他就讲去下一个地方，我又去，他又下了。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那个小孩子？他们3个人一起上车，第1个站，一个人下车，其中1个人下车，对，小孩子没有跟他。对。第2个站，第2个大人下车，小孩子也没跟着。对。
然后你转头看，也没有。然后就这样继续的驾。顺风车，嗯，坐顺风车。嗯，哦，你是说那个小朋友是搭顺风车的？我是叫 Mercap 的，所以通常 Mercap driver 都有一个 walkie-talkie 嘛。然后有一天晚上也是半夜3、4点，那其中一个 driver 就在高速公路，他就在讲，哎，怎么我在高速公路看到一个人匆匆忙忙不知道在找什么，在 Lane 1、Lane 2那边一直找，一个人在找东西，其中的有一个 member 就在那个 group 里面那个 walkie-talkie 讲，哦，他在找摩托。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，Lane 1跟 Lane 2。对啊，他说找摩托。哦，你不知道咩？前天有一个摩托司机那边已经是发生一车祸了的。哦，这个这样怎样继续驾下去呢？也是会驾。很淡定了哈，你们已经见过世面了哈，见怪不怪了是吧？见怪不怪，因为我们做这行嘛。我们驾车就是啊，怕不是看到这种东西，怕就是没有载到人。听说你有碰过一个什么骑士，什么骑马的是吧？这个也是去年在。去年啊。7月的时候。等一下。话说去年7月的时候，也是我在做驾晚班，OK， 就是转进去我所框的那个 neighborhood 里面了。我一转的时候啊，它有一条直路嘛，直路的时候我一转进去，我就看到一个人骑着一只马，OK， 那个人太累了，没有，不可能，我就看他穿什么衣服？那种古装的衣服咯，红色这样的哦。红色这样的，但他有戴那个帽子，很像以前那种古代那种帽子这样的，啊，他就这样子骑着那个马这样子走，我就在后面咯，一段距离啦，不是这样靠近啦。OK， 我就看住他咯，他走到路的尽头了，他就turn left，我就走，我要turn right的时候，我还就看住他一下，我还是走，我就turn right，就直接上multi-story car park了。所以是在你家那一带啊？他会搬家吗？为什么要搬家？不用啦。那有没有一些碰到一些是可以让你们会心跳加速啦，或者是全身鸡皮疙瘩啦的那种啊？有啊，曾经有一次是我车主啊，他是 diagnosed cancer 嘛，那个晚上去看他的时候也是半夜在医院，医院不是有那个沙发有电视机，乱讲对，我去那边，因为我看着电视机是开着的。因为我就买一杯咖啡，基本上我就奇怪，怎么3更半夜电视会开着？通常医院电视机是不会开的，3更半夜。因为我就坐下来，刚好要喝，我的心跳就开始加速。所以还没有喝哈咖啡？还没喝，就加速跳得太过厉害了，差不多整个心都要跳出来那种。我就吃了，我就起身，我说我就在那个椅子那边跟他讲，对不起哦，我不知道你坐在这边，然后我就坐在隔壁。咖啡刚好要喝，电视关了，自动关。那干嘛你还坐在他隔壁？你没办法，你必须要假装镇定啊，你要让他知道我不怕你，但是说我是不知道你坐在这里。所以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形啊，会不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这样？我朋友也是驾德士的，他就是在一个比较那种旧的那种主屋区，也是半夜啦，驾着德士，然后突然间他就是看到前面有个老人啦，老人举手要坐他的德士，OK，他就停了，他就是按下那个窗口问他，安哥你要去哪啊？对，那个老人家他跟我朋友讲马来话，不给吗呢？不是，我朋友讲的哦，这个老人家讲的那种马来话是那种很老的，他也是有一点听不懂。不同年代的不同年代，一听你就知道不是这个年代的，是现代人讲的那种阿公的那种他听不懂，他也不懂他要去哪里，然后最后他就跟那个安哥讲 ，sorry 啊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我就载不了你，OK， 然后他就走了，他就觉得奇怪，他跟那个安哥这样子讲话，最多也1分钟，我给他 maximum 最多2分钟，OK。他继续驾那个德士，他看他的手表，为什么已经过了10分钟？我就跟他讲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哦，你像你的那个附近的那种，就是整个环境整个环境哦会很近，然后会蒙这样，他就想，这样子想起来很相似的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这样子95%你是遇到的。对他来讲，可能是短短的
2分钟，对。可是其实已经过了10分钟。很奇怪的是，每次发生之后就是半夜3、4点的时候，再来一个女的，就要回她的家，靠近她的家了，我就转左进去里面。在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 T junction， 那个 T 字口，原本呢是应该转右，就直接到她的家了。我一转右，她就开始开骂，谁叫你转右的？你跟我做3 button 回去，跟我转1圈回来，上是一个 loop 来的嘛。然后就转到她家门口了，她给钱，然后她就，安哥，等一下你不要直走，你一样做3 button 转回去，出大路。然后我就懵懵懂懂啊，虽然说我嫁了那么多年，但是有时候听话啦，听话咯。然后我就收车咯，回家换班，然后我就问我的班呢，哎，为什么他这样子？哦，你没有听说没？就是那一段路经常半夜有肮脏的东西。是那一带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应该是有过谋杀的案件在那边了。啊，那个地方你相当熟的。但是这1年多，你应该是不用再去那边了啦。我不用再去了。不用再去了。我知道你讲哪里了。听说那边有一栋楼，它有地下层的，曾经有人打抢，然后把全家人杀光了。我没有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用再去那里了。Oh my goodness！ 哇，我真的是想不到哦，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，竟然有这么多扑朔迷离的故事，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再聚一聚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系列的迷离夜的一个节目，不错如果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节目，你们会来支持我吗？改天你要穿全红了，全红或者全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过呢，在那一天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安分的做好我们的事情，最重要就是安全驾驶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安然的驾驭人生。好了，谢谢2位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大姐，你是谁？我还没有上车，为什么你这么快开走？刚才你明明关了门了吗？你的包包还在我车上嘞。对，我把包放在你的车上，我想从另外一边上，谁知道你开这么快？你是第一天驾车的咩？喂，你也是要看一下我有没有真的上车吗？算了，你转回来。你等我哈，我是这样马上回来啊。OK。